被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咬上一口会是什么感觉？你见过一口下去可以咬穿钢板的动物吗？我们都知道，作为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想要在野外完好的生存下去，那必须要依赖于自身独特的身体构造。在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中，往往最顶级的掠食者咬合力都特别的突出。一提起咬合力，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狮子或者老虎这种大型猛兽，但其实这个世界上比狮子、老虎还要凶猛危险的动物还有很多。由于它们过于凶猛，人们很难靠近，所以想要收集这些野生动物的咬合力数据相当困难。不过通过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不断的努力，通过各种仪器以及模拟分析，已经大致找到了当今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10种生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兔就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动物界咬合力最强的10种顶级掠食者。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草原之王狮子。没错，狮子在今天这期视频中是垫底的。众所周知，狮子被视为草原之王，它的战斗力与凶猛程度是毫无疑问的，非常哇塞。但就在人们检查狮子咬合力的时候，却发现它与其他猫科动物相差甚远。一头成年雄狮的咬合力仅为580多斤，乍听起来高达500多斤的咬合力，在动物界似乎已经很强了。毕竟一个普通成年人类的最大咬力才仅为100多斤，人类与狮子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狮子作为一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即便已经拥有500多斤的咬力，但要对比其他的猫科动物还是略显微弱一些。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狮子的掠食能力。动物学家们通过分析，狮子之所以没有进化出高超的咬合力，是因为它们根本不需要很高的咬合力来生存。因为狮子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里唯一一种真正群居的猛兽，在动物界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可以威胁到狮群。有时候狮群甚至还会去猎杀水牛，甚至小型的大象这种大型动物。所以对狮子这种凶猛的群居野兽来说，个体拥有500多斤的咬合力，其实已经足够它们生存了。好，第9个，大灰熊。大灰熊这个家伙看上去呆呆萌萌的挺可爱，但实际上这家伙在北美大陆是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的危险程度与狮子、老虎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了狮子与老虎。灰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是继北极熊和柯迪亚克棕熊之后体型最大的熊类。这家伙站立时的身高可达2.8米，体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的咬合力更是高达880斤，是北美地区最大的掠食性哺乳动物之一。大灰熊的咬合力可能完全取决于它的体型，体型越大，咬合力也就越强。据估计，一头成年灰熊一口下去可以轻松地咬碎一个保龄球或者一个人的头骨。这家伙不仅战斗力强悍，它们的嗅觉还极佳。在野外，灰熊可以通过敏锐的嗅觉来锁定猎物，一旦被灰熊嗅到，它们就会顺着气味慢慢地找到猎物，然后将其猎杀。所以不用怀疑它会不会袭击人类，答案是肯定会。灰熊属于杂食性动物，虽然它们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植物，但是它们也会频繁地去捕猎，比如驼鹿、驯鹿，甚至黑熊。如果找不到猎物，它们也会利用敏锐的嗅觉去寻找腐肉并吃掉。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千万不要靠近它们的领地，一旦被大灰熊盯上，就有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这家伙虽然看上去笨重，但是它们依然可以以每小时高达45公里以上的速度奔跑。此外，它们还可以爬树，所以在野外遇到这种大灰熊是非常危险的。好，第8个，孟加拉虎。孟加拉虎的咬合力是所有老虎亚种中最强的，它们要比体型最大的东北虎咬合力还要强。孟加拉虎的咬合力可达950斤以上，它们几乎是狮子的2倍。老虎之所以比狮子的咬合力更强，主要原因就是老虎是独居动物，除了交配的时候会有1-2只在一起活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老虎都是单独生活和狩猎，而狮子几乎是完全群居的动物，通常都是群体狩猎和生活。这一点就不得不使老虎需要更强的敏捷性和强大的咬合力，只有这样才足以使自己可以成功捕获一些大型的猎物。通过测量发现，孟加拉虎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长的犬齿，没错，它的犬齿要比东北虎更长，最大长度可以达到10厘米以上。嘴里的这些犬齿就犹如4根尖锐的匕首一样，足以使老虎用来折断或者咬碎其他动物的颈骨。颈骨也就是脖子上的骨头，对于老虎来说，咬合力只要能够咬断其他动物的颈骨，其实就足够了。因为老虎大多数都在夜间捕猎，并且它们的攻击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咬住猎物的喉咙去击倒猎物。而孟加拉虎拥有高达900多斤的咬合力，这足以让它们一口就可以咬断大多数动物的颈骨，从而猎杀它们，战斗力相当强悍。对了，还有就是孟加拉虎的凶猛程度其实与东北虎差不了太多。众所周知，孟加拉虎具有非常强悍的捕猎技能和威慑力，它们几乎会攻击一切出现在它们眼前的活物。据观察发现，孟加拉虎在进食的时候，即便是成年的亚洲象也会选择绕道走，它们的捕猎技能非常强悍，
像一些亚洲岩蟒、花豹，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白质野牛，都有可能被孟加拉虎猎杀，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好，第7个，斑鬣狗。一提起斑鬣狗，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非洲二哥、掏肛绝技等等这些标签。然而很多人不清楚斑鬣狗为什么可以在非洲横行霸道，为什么连狮子都要畏惧它们3分？难道仅仅只因为这家伙的掏肛绝技吗？当然不是。斑鬣狗是一种群居动物，虽然广义上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只吃其他动物剩余食物的动物，也就是靠吃腐肉的动物，有些地方甚至直接把它们当作非洲的清道夫。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斑鬣狗都是通过自己狩猎得到新鲜的食物，并不是只吃别人剩下的腐肉。它们拥有异常强大的下巴以及惊人的咬合力。你知道吗？这家伙的咬合力将近1000斤，它要比狮子和老虎更高。这种咬合力足以使它们咬碎猎物的骨头，这也是斑鬣狗最可怕的地方。它们的消化系统极强，可以消化其他动物的皮肤、骨头和其他一些特殊组织。有时候猎狗群可以吃掉整个猎物，其中就包括猎物的皮毛和骨头，典型的吃肉不吐骨头，相当凶残。再有就是狮子为什么会惧怕斑鬣狗？确切点说，也不是惧怕，两者在自然界就像是世仇一样，因为猎狗群经常会抢夺狮子捕获的猎物，而狮子也会经常杀死猎狗，主要目的就是报仇。还有就是猎狗群为什么敢抢狮子的猎物，是因为这家伙一出门几乎都是好几十只，最高可达到80只以上，而狮子大部分也就在10只左右一起活动。如果一些小狮群遇到庞大的猎狗群，也是很难对付的。好，第6个，北极熊。北极熊是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之所以叫超级肉食性，是因为这个家伙是陆地上目前人类已知的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一头成年的雄性北极熊体重最高可达1600斤，体型巨大并且非常凶猛。对于肉食性动物来说，巨大的体型自然也会匹配相应强大的咬合力。北极熊的咬合力高达1000斤以上，是地球上所有熊种中最强的。在北极地区，它们主要以海豹、海象、白鲸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食物。北极熊在猎杀海豹的时候，可以直接一口咬碎海豹的头骨来杀死猎物。它那强大的咬合力和嘴里42颗锋利的牙齿，可以帮助它轻易地撕碎猎物身上厚厚的兽皮。除了咬合力，北极熊的掌力也是相当的可怕。据估计，它一掌如果拍到我们人类的身上，可能会使我们当场丧命。因为科学家曾经观察到，北极熊可以用手直接将厚厚的冰块砸开，然后去猎杀冰块下的猎物。但从这一点就足以彰显出北极熊的力量有多强悍。由于北极熊过于凶猛，目前动物专家还没有测试过北极熊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好，第5个，大猩猩。这里说的大猩猩主要针对于银背大猩猩。我们看到的大猩猩多数都是搞怪的，有好的。确实，大猩猩对我们人类来说通常都是比较温顺的，但是温顺并不代表它们不具备杀伤力。大猩猩的实力其实被很多人给忽略掉了。实际上在动物界，它们的战斗力甚至直接可以与狮子与老虎这样的猛兽放在一起比较。大猩猩非常强壮，它们可以举起半吨以上的物体。毫不夸张地说，一些个别体型较大的银背大猩猩甚至可以直接举起一头成年的北极熊，那家伙力量相当惊人。还有就是它的咬合力，大猩猩虽然作为一种草食性动物，但却拥有高达1170多斤的咬合力，远在狮子这种大型猛兽之上。至于为什么一个草食性动物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咬合力，动物学家们猜测，应该是由于它们长时间吃一些坚硬的食材所导致的，比如树皮或树根等等一些较硬的食物。好，第4个，捷豹。捷豹也就是美洲豹，也被称为美洲虎。之所以叫美洲虎，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拥有豹子的皮毛，但实际上它的体型与老虎更接近。美洲虎是美洲最大、世界第3大猫科动物，它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强大的咬合力。美洲虎的咬合力可达1360斤以上，几乎是老虎的2倍。强大的咬合力使它能够刺穿很多动物的表皮，像些海龟和乌龟的壳子，美洲虎甚至可以直接将其咬碎。出色的咬合力也让美洲虎拥有了一套不同寻常的杀戮方法。它们会选择直接攻击猎物的头骨，而不是像其他猫科动物那样选择攻击猎物的喉咙。美洲豹可以直接咬穿一些哺乳动物的头骨，对猎物的大脑造成致命一击，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战斗，捕猎手段相当强悍。好，第3个，河马。河马的恐怖程度其实远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河马的外表给人的感觉一向都是憨憨傻傻的，挺可爱，但实际上这个大家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列为该地区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你知道吗？河马的咬合力接近1吨，它们拥有极其凶猛的下颚力量。它的嘴巴张开可以达到150度，嘴里还配备了非常锋利的三角形下犬齿。这些独特的嘴巴构造，一口就能够轻松地将人体一分为二，非常恐怖。
还有就是河马虽然是草食性动物，但它们的性格其实并不像大多数草食性动物那样温和。真正的野生河马其实是属于一种非常暴躁的动物，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动物靠近它们，这个大家伙就会疯了一样的猛烈的向对方发起反击。专家们通过分析，河马之所以这么敏感，主要原因就是这家伙的胆子非常小，它们的性格往往很难预测。在非洲，河马袭击人类船只的事件经常发生，通常都是一些小型的独木舟。小船一旦遭到河马的攻击，很容易就会侧翻，有时候一些体型较大的河马甚至直接可以将独木舟咬断，非常可怕。但是在非洲，每年死于河马嘴下的人就高达500多人，这几乎是狮子的2倍。通常遭到河马袭击的人下场都非常的惨，即便侥幸活了下来，绝大多数也会终身残疾，非常危险。好，第2个，湾鳄。这种鳄鱼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的最大体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在一项咬合力测试中，测的湾鳄的咬合力可达惊人的1.5吨以上，这代表它们可以轻易地咬断、撕碎绝大多数动物的骨骼。巨大的体型加上强悍的咬合力，使其成为自然界中最顶级的肉食性捕食者。湾鳄几乎会攻击任何出现在河边的猎物。经过分析，湾鳄的袭击甚至超越了老虎，也就是说，在河边遇到湾鳄比遇到老虎要更加恐怖，因为一旦遭到湾鳄的攻击，基本上都是致命的。它们几乎会攻击出现在河边的任何动物。这个家伙一旦咬住猎物，就不会轻易的松口，直至将猎物拖进水里淹死，或者通过翻滚撕扯掉猎物的身体部位才肯罢休，非常可怕。好，第1个，大白鲨。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来说，大白鲨是最令人恐惧的海洋生物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自大白鲨凶猛的性格以及凶残的攻击方式。大白鲨拥有一口刀状的牙齿，非常锋利，它的咬合力高达3600斤。巨大的咬合力加上嘴里那大约300多颗锋利的牙齿，使它们变得非常恐怖。更致命的一点就是它们的好奇心很重，大白鲨经常会咬一些漂浮物和其他不熟悉的物体，看到能咬的东西，几乎都会上前咬一口，试一试能不能吃。这一点成为了对人类最致命的威胁。如果在海边游泳冲浪，一旦被大白鲨发现，它们很有可能会朝我们游过来，咬一口满足一下好奇心。当然，一口下去，如果发现能吃，那自然也就会被它吞掉，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恐龙还可怕的动物吗？你知道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蟒蛇有多恐怖吗？我们都知道，地球已经诞生了约46亿年，而我们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才不过短短的几百万年。你知道吗？至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文明也仅仅约为6000年，也就是说，6000年前的地球对我们现代人类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不过庆幸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地质以及化石去了解几千万年前甚至几亿年前所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据人们通过世界各地找到的化石发现，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恐怖的巨型生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找出了曾经出现在地球上的10种最可怕的远古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回到过去，认识一下地球上曾经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巨型千足虫，也叫巨型马鹿。它们可能是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陆地节肢动物之一。人们第一次发现这种巨型马鹿的化石是在1926年，当时通过观察发现，这家伙长有750条腿，它们可能还是世界上脚最多的生物。这种巨型马鹿在当时天敌可能不会很多，因为它们浑身布满盔甲，很难被猎杀。通过分析，它们可能会怕见阳光，应该经常生活在一些黑暗的岩石缝中。还有就是这种巨型千足虫，虽然看上去让人头皮发麻，比较瘆人，但实际上这个大家伙在当时应该属于一种温顺的动物，因为它们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一些植物的叶子为食，一般情况下应该不具备太强的攻击性。好，第9个，邓氏鱼。据科学家分析，邓氏鱼很有可能是地球上第一个百兽之王。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鱼类，它的体长大约在9米，体重更是高达4吨。这种鱼最惊人的就是它的咬合力，它的牙齿就像是一个个锋利的匕首，具有非常强悍的杀伤力。据估计，邓氏鱼一口咬下去的力量可达5吨，它们几乎可以咬碎任何动物的骨骼。更可怕的就是它的口腔构造。邓氏鱼缺少真正的牙齿，但它却拥有2个长条、凹凸不平的刃片代替牙齿。这种独特的牙齿构造可以使它拥有极大的咬合力，可以咬断和粉碎任何东西。同时，它还能够在短短的0.02秒内迅速地张开大嘴，然后用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进嘴里，再将其粉碎，战斗力非常强悍。
据估计，在当时的海洋生物里，邓氏鱼是最顶级的掠食者。在当时，它们主要以鲨鱼和盾皮鱼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的时候，它们甚至会直接猎杀自己的同类，相当残忍。对了，还有就是人们之所以认为邓氏鱼在当时可能是百兽之王的原因，是因为这种鱼生存在距今约3.6亿年前的泥盆纪，它的存在要比陆地上第一只恐龙的诞生还要早1亿多年。在这个时期是海洋动物的时代，也可以理解为鱼类的时代，因为此时的陆生动物还没有大规模兴起，海洋动物几乎在称霸着地球。而邓氏鱼在当时则是海洋里最凶猛残暴的食肉动物，它靠着坚硬的盔甲与惊人的咬合力，远远凌驾于其他海洋动物之上，成为当时地球上最顶级的掠食者。好，第8个，巨型捕广翅后，也就是它们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巨型千足虫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这种巨型海蝎子的体长可达2.4米，它们可能是进化史上体型最大的水生节肢动物。人们从化石中研究发现，这种巨型海蝎子演化非常迅速，它们遍布世界各大洲，并且适应能力极强。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活，也可以在淡水中生活。好，第7个，旋齿鲨。这是一种嘴巴里长着螺旋状锯齿的恐怖生物，一眼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生物曾经生存在距今2.9亿年前的二叠纪早期。1899年，一位俄罗斯的古生物学家在乌拉尔山脉首次发现旋齿鲨的化石。自打发现这种古生物至今，人们仍没有找到这种生物的完整骨架，因此旋齿鲨对很多生物学家来说仍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种。科学家从发现的化石中估计，旋齿鲨的体长应该可达10米以上。这些螺旋状的牙齿上有锯齿切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肉食性动物。后来，古生物学家通过3D 扫描模拟打印出这种旋齿鲨的骨骼，发现大多数旋齿鲨的牙齿几乎没有太严重的磨损，这表示它们应该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为食。然后再依照旋齿鲨的牙齿坚硬程度分析，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甚至可以一口直接将猎物切成2段，非常凶猛。不过以上的那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因为这种旋齿鲨与大多数的已经灭绝的软骨鱼一样，死后整个身体就会瓦解，骨骼很难被完好的保留下来，能留下的只有嘴里的牙齿，所以人们只能通过仅有的旋齿状锯齿来推测模拟这种生物的模样。实际上，这组恐怖的牙齿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仍是一个谜。好，第6个，帝鳄。它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大型的鳄鱼之一。这种巨大的鳄鱼生存在距今大约1.1亿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它们的体长可达13米，最大体重估计超过了10吨。但是它那布满利齿的嘴巴就长达1.8米，一口吞下一个身高1.8米的成年人，毫无压力。不仅如此，这种巨型鳄鱼的嗅觉也相当发达，即便在水中，它们也能够闻到猎物的气味。帝鳄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鳄鱼，它的口中长有132颗巨大的锥形牙齿，这能够使它们利用强大的下颚轻松压碎其他动物的骨骼，仅此一项就足以使它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可怕的捕食者。再加上鳄鱼天生就是一种善于伏击的动物，这一点让这个大家伙变得更加可怕。在当时，甚至作为动物界的霸主恐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防着这种大型鳄鱼的袭击，因为它们经常潜伏在水中。如果一些体型较小的恐龙去河边喝水，就很有可能被帝鳄一口咬住，并将其拖入水中，将猎物淹死撕碎，非常可怕。好，第5个，苍龙。它是中生代海洋里最凶猛的海洋霸主。苍龙的体长可达17米，体重可以达到16吨以上。它们生活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在这个时期，大陆被海洋分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恐龙在统治着陆地。早期的蛇类、蜜蜂以及许多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而苍龙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发展成海洋中的霸主。其实苍龙的祖先原本是一种体型很小的蜥蜴，但由于当时生存在陆地上的蜥蜴经常会遭受到恐龙的威胁，所以导致苍龙的祖先不得不重新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繁衍生息。最终，他们选择了海洋。从陆地进入海洋后，整整过了600万年的时间，他们从原本体型较小的蜥蜴，逐渐演化成了体长17米的超级巨兽。在苍龙的整个进化过程中，海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海洋里丰富的食物为苍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生存环境，才使得它们逐渐的发展成海洋霸主。在这个过程中，苍龙用了500万年的时间，将海洋中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它们逐渐变得庞大，且越发凶猛，在当时一度成为了海洋中最顶级的掠食者，非常可怕。好，第4个，巨齿鲨。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鲨鱼。巨齿鲨的体长约为20米，体重约有90吨，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掠食者之一。经过科学家推测，巨齿鲨可能是地球上已经发现的咬合力最强的生物。
据人们估计，它的咬合力约为20吨左右，其口腔的撕咬力量甚至超过了霸王龙，战斗力非常强悍。这种巨型鲨鱼曾经生活在距今约15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是当时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科学家从发现的化石中观察到，成年巨齿鲨的一颗牙齿最长就可以达到18厘米，是目前人类已知所有鲨鱼物种中最大的。它的嘴巴张开，直径可以达到3米，像一些小型的鲨鱼、巨齿鲨直接就可以一口将其吞掉。由于其体型巨大，这就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吃很多的食物去维持自己的生存。据化石研究表明，巨齿鲨会捕食许多鲸类物种，例如海豚、鲸鱼以及一些鲨鱼等等这些体型较大的物种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虽然它们的体型巨大，但是并不笨重。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游动，然后猛地向猎物发起攻击。通常巨齿鲨可能会先一口咬断猎物的尾部，使猎物丧失游泳能力之后，再慢慢地将猎物吃掉，非常凶猛。好，第3个，风神翼龙，它是人类已知最大的飞行动物。风神翼龙生存在约84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它的翼展可达11米，体重可达500斤。它们站立在地面时的身高约为5.7米，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2米，体型非常庞大。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这个家伙可能是霸王龙的天敌，确切点说，应该是小型恐龙的天敌。这种大鸟的新陈代谢很快，需要定期进食，庞大的身躯导致它们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作为能量来维持它们的体能。而在这个时期，小型恐龙可能就成为了风神翼龙的最佳猎食对象。它们虽然是飞行动物，但在捕猎的时候也会降落在陆地上，因为在空中根本没有什么猎物能够满足它们庞大的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好，第2个，鱼龙。这种生物被认为是第一批能够猎杀与自己体型相似的猎物的海洋动物之一，也就是说，它们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鱼龙的牙齿尖锐，生存在海洋中，性情非常凶猛。它们的体长在10米左右，曾经它也是海洋里最顶级的掠食者。至于它的凶猛程度，黑土先不过多的描述了，在这里主要提一下它生活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曾经在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海拔4800米的高山上发现了鱼龙的化石。也就是说，在很久之前，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是一片汪洋大海。那么问题来了，珠穆朗玛峰都被海洋覆盖了，那地球上还有陆地吗？那如果这里没有被海水覆盖过，那鱼龙的化石又是怎么到了这里呢？难以想象，曾经的地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好，第1个，泰坦巨蟒。泰坦巨蟒是人类已知最大的蛇类，这种大蟒蛇其实就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大型染蛇，它们与现存的亚马逊森蚺蛇近亲。根据2020年在哥伦比亚的塞雷洪煤矿出土的化石估计，泰坦巨蟒的体长在12到15米左右，其长度几乎与一辆公交车接近，它们的体重更是将近1吨左右，身体最粗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米，体型要比现存的亚马逊森蚺大很多。这种大型蟒蛇早在约58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灭绝原因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因为类似于蛇这种冷血动物，对环境温度都有极强的需求，一旦气温发生剧烈改变，冷血动物就不能够借用环境的温度来调节自身的体温。像泰坦巨蟒这种大型的蟒蛇，一般都需要在平均气温30到34度的环境下生存，如果稍有偏差，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可能是致命的。早些年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可能是导致它们最终走向灭绝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这种大型巨蟒是恐龙灭绝后地球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它们曾经称霸地球几百万年，在当时它们的食物主要以鳄鱼跟一些大型鱼类为主。其实除了以上那些人类已知的远古巨型生物，地球上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存在一些我们从未知道的神秘生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以上黑土说的那些大型生物中不难看出，有很多可怕的大型生物都是生存在海洋里，而我们人类至今为止对海洋的探索才仅仅为5%，也就是说仍有95%的海洋深处是我们从未知晓的。我们都清楚，整个地球大约70%的面积都被海洋所覆盖，那些我们未知的海洋深处究竟生存着什么样的生物，我们从未得知。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被狗咬过吗？你知道被狗咬到后危险性有多大吗？我们都知道，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对人类毫无威胁。你知道吗？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高达上千万人被狗咬伤，上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经过研究表明，狗占所有动物咬伤的50%以上，占比非常的高。当然，狗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人类发起攻击。通过观察发现，狗每次向人类发起攻击都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它们缺少了解。不同品种的犬类性格都大不相同，看上去温顺的不一定不会咬人，而凶猛的也不一定见人就咬。
今天这期视频，黑土找出了世界上最容易攻击人的10种狗，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危险的恶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松狮犬，这是一种原产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犬。松狮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成为皇家宫廷名犬，深受皇帝的喜爱。在古代，这种犬被称为枭枭。这种狗外表虽然看上去比较呆萌可爱，给人一种笨笨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中型犬，脾气相当的暴躁。这里指的暴躁，并不是见人就咬，它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的一类。平时看上去性格温顺，比较安静，一般不喜欢乱吼乱叫，但这并不代表它脾气好。松狮犬的性情比较独特，与猫的性格很像，比较自我、独立、固执。更明显的是高贵，它们不像大多数的宠物犬那样去讨好人类，即便是自己的主人，也很难让松狮犬对自己撒娇，因为这种犬的本性就不会取悦主人，陌生人就更不用说了。它们对陌生人非常不友善，如果不是与它非常熟悉，千万不要尝试用手摸一只成年的松狮，因为它们会毫无征兆地向我们发起攻击，这其中也包括松狮的主人。松狮犬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不喜欢别人逼迫它或者引导它做它不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非常难训练。不过这并不代表它们就难以接近，如果训练得当的话，松狮犬也是一种相当优秀的护卫犬。好，第9个，全狮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中型工作犬，单看外表就能感受到它的凶猛程度。在很久之前，这种狗一直被当作斗犬，参加各种竞技活动。后来随着人们对斗牛犬的不断发育，全狮犬就渐渐地退出斗犬舞台，从而转变成陪伴人类的伴侣犬。这种狗的肌肉很发达，它的肩高可达65厘米，体重可达70斤。对于人类的老人和小孩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特别是陌生人，他们对陌生人的警惕性很高，主要就是因为这家伙特别护主，他们对待自己的主人和家人会格外的忠诚。如果是陌生人闯进他主人的领地范围内，他们就会表现出非常凶猛的状态来驱赶陌生人，看家护院的本领相当哇塞。如果别人的院子里有这种全狮犬，千万不要盲目的闯进，最好要让主人带领你进入。如果一旦让全狮犬发现陌生人擅自闯进他主人的院子，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非常危险。好，第8个，杜宾犬。杜宾犬相信各位领导并不陌生，它是一种集勇猛、智慧、灵敏于一身的优秀猛犬。这种狗通常都是作为警犬或者一些私人庄园、大型工地为了工作需要才会饲养的，一般人很少会选择饲养这种大型猛犬作为护卫犬。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狗的凶猛程度。杜宾犬属于大型犬，它的肩高超过了70厘米，体重最大更是接近100斤。一般养这种狗的目的就是出于它的凶猛程度。杜宾犬的战斗力非常强悍，它拥有非常健壮的身体，并且极具攻击性。养这种狗的人同样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和震慑力，如果主人的身体瘦小，是控制不住这种猛犬的。在对杜宾犬的咬人调查中发现，这种狗曾经有过多起咬人致死以及袭击人类的事件发生，它们非常危险。在国外很多地方几乎没有人私自喂养这种狗，由于杜宾犬过于凶猛，这些狗在一些国家或城市甚至直接被禁止饲养。好，第7个，西伯利亚雪橇犬。没错，就是哈士奇。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哈士奇竟然也是10大最危险的犬类之一。近些年来，哈士奇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是傻傻的、比较温顺、调皮的一种宠物犬，但实际上，真正的西伯利亚哈士奇也是非常凶猛，并且极具攻击性的。要知道，哈士奇是拥有狼血统最多的狗品种之一，它们的野外适应能力极强。早些年，它们是在西伯利亚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的，经过长时间与北极狼群或北方狼群的接触，才逐渐发展成北方特有的犬种。无论是哈士奇的外表或者吼叫声，它们都与狼非常接近。至今为止，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哈士奇的性格其实还是非常接近狼的，它们的咬合力接近300斤。这里的狗与我们平时看到的家养哈士奇是大不相同的。哈士奇的性格多变，即便是平常家养的，性情也都大不相同，有的就比较胆小，也有的就比较暴力凶猛。虽然在很多地方广泛都把哈士奇列为无攻击性犬类，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哈士奇仍是一个对人类具有潜在威胁的品种。好，第6个，狼犬。这里说的狼犬并不是指狼青或者马犬这一类的狼狗，确切点说应该是混血狼狗。这种狗是一种由狗与狼交配所产下的杂交物种，具有代表性的有捷克狼犬、萨尔路斯狼犬和蓝湾牧羊犬。这类的狼狗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就是半头狼，它们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混血狼一旦长大成熟，它将携带狼的习性和外形特征，这家伙对人类的攻击性极强，特别是人类的儿童。历年来，在美国已经发生过多起混血狼撕咬儿童导致死亡的事件发生。但即便这种狗这么危险，在世界上仍有很
很多人认为它们可以家养，并且觉得可以通过训练成为家庭宠物。然而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混血狼狗的性情很难预测，几乎不可能完全驯服。这种混血狼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被禁养，但仍有很多人在偷偷的饲养这种危险的品种。区分是不是混血狼的办法也很简单，主要就是通过尾巴和牙齿与长相来鉴别。一般混血狼的外表一眼看上去与狼非常接近，并且它们的尾巴一般都是下垂，不能够像狗那样卷曲，牙齿通常也会比较尖锐锋利。如果看到拥有这些特征的狗，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咬伤。好，第5个，斗牛獒。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大型犬，它是由斗牛犬和獒犬杂交而成的品种。这种狗在19世纪通常被用来看护庄园或者林场。之所以选用斗牛獒来从事这项任务，主要原因就是来自斗牛獒凶狠的性格。这个家伙非常凶猛，对于儿童或者体型瘦小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斗牛獒的体型很大，它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超过了100斤。这种狗具有强烈的攻击性，特别是面对陌生人，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通常也是悄无声息，慢慢的接近目标，突然发起攻击。据人们估计，短短10年内，这种狗就曾出现过高达10几起咬人致死的事件发生。对了，还有一点就是这种狗对主人相当忠诚，千万不要尝试在斗牛獒的面前挑衅它的主人，这很有可能会遭到斗牛犬的疯狂撕咬。因为这种狗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性格倔强，并且会过分的保护它的主人，相当忠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是专业的训犬人士，千万不要盲目的饲养这种恶犬。好，第4个，加纳利犬。这种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认为是伤人致死最多的犬种之一，因此遭到了大部分国家的禁养。加纳利犬原产于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在20世纪初期，这种狗主要被人们用来参加打斗，也就是斗犬。后来随着这项娱乐项目被禁止，这种狗在当时险些面临绝种，因为这种狗凶猛好斗，在世界范围内伤人次数较多，并且很难被驯服，一般人根本无法制服得了这种大型并且脾气相当暴躁的猛犬。这种狗的肩高可达66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00斤以上，浑身肌肉发达，强壮有力。它们性情暴躁，对待陌生人非常的不友好，尤其是见到其他的犬类，很容易就会激发起它斗犬的天性，从而向别的犬发起攻击。还有就是这家伙精神状态极佳，一旦发起攻击，它们的凶狠程度一点都不次于丧獒，非常可怕。第3个，德国牧羊犬。德牧相信各位领导并不陌生，它算得上是犬界的明星了。这种狗以高超的智力与极强的工作能力，再加上它威猛的外表，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种狗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都是比较正义的，因为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经常以警犬、搜救犬以及导盲犬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给人的印象通常都是友好的。的确，德牧确实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工作犬，它们非常聪明且忠诚，这些特点前提是要建立在它的主人身上。也就是说，如果饲养它的主人是正义的，那么德牧自然也就是正义的。反之，如果饲养它的主人是邪恶的，那么德牧也会从友好的转变成危险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德牧的智力，它们非常聪明，是一种相对较容易训练的犬种。如果从小加以训练，它们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工作犬；但如果从小看管不严，等它们长大之后，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攻击性极强的恶犬。据研究发现，从1971年到2018年，在美国所有的纯种犬中，德国牧羊犬对人类的咬伤是最多的，并且非常严重。早在1999年，澳大利亚就有数据指出，德牧是世界上第3大最有可能攻击人类的品种。但无奈一旦考虑到德牧在世界上的受欢迎程度，导致它的攻击百分比一直在下降，这才让很多人一度认为德牧不具备危险性，但实际上它也是属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品种。好，第2个，罗威纳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大型护卫犬，它们的肩高接近70厘米，成年体重超过了100斤。罗威纳是一种大型的烈性犬，它们非常凶猛，攻击性极强。这个家伙的咬合力将近300斤，一旦遭到罗威纳的攻击是非常可怕的。不过这种狗只对陌生人凶猛，对待自己的主人会格外的忠诚，确切点说应该是过分的忠诚。你可能难以想象，这个凶猛的大家伙是一种非常粘人的狗，它们喜欢时时刻刻都守卫在它的主人身边。在主人面前，它们会非常温和听话，听从指挥，但对待陌生人，它们完全就是另一种状态。在陌生人面前，它们会非常的警觉，并且会时刻观察陌生人的动向。一旦让罗威纳感觉到别人对自己的主人有威胁，无论对方有多强壮，罗威纳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撕咬对方，以此来保护自己的主人，护卫能力非常强。在中世纪时，一些富商们为了避免钱财被盗，则直接把钱袋挂在罗威纳的脖子上，它就像是一个私人保镖，会无时无刻地守卫在主人身边。也正是由于罗威纳出色的护卫能力，使得它们成为对陌生人极具危险的品种。它们几乎会主动攻击任何威胁到它们主人的事物。在近些年的咬伤记录中，罗威纳已经确认的就有高达500多次的袭击，其中有40多人被撕咬致死，
非常危险。这种狗对于主人来说，毫无疑问，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卫犬，但由于其过于忠诚，保护性极强，这对于陌生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罗威纳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也被限制饲养。好，第一个，比特犬。比特犬就比较可怕了。它可能是世界上咬人致死最多的一种狗。据统计，在2005年之后的10年里，但是在美国有记录的比特犬咬人致死的事件就发生了上百起，估计每年大约有1/3的狗咬伤死亡的事件都是比特犬所为。这种狗之所以会这么致命，主要原因就是出自它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不像其他的狗那样会恐惧人类。比特犬一旦发起攻击，几乎就是不死不休，很难将它们甩掉，因为这个家伙的身上可以分泌一种特殊的激素，这种激素可以使得它们不惧怕疼痛，即便是受伤，它们也感觉不到，因此可以使得比特犬可以持久战斗，直到激素水平下降，它们才可以感觉到疼。也就是说，它们在向人类发起攻击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打它，对于比特犬来说几乎是威胁不到它们的，并且还会因此更快地激发它体内的激素，使得它们更加兴奋地向我们发起攻击。这种狗本身就是一种好勇斗狠、非常凶猛的恶犬，再加上它天生的暴脾气，一度成为了最让人们恐惧的一种狗。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